我到死才知道，10年夫妻不过是一场笑话。文斌哥，他自己狡猾，可怪不得咱们。岁岁，下辈子别这么不懂事。别怕，回家了。全村都瞧不起的退伍兵，却是我死后唯一给我体面的人。岁岁，磨蹭什么？出来敬酒了。1983年4月12日，我和宋文斌订婚这天，我重生了。我们文斌有福气，娶了岁岁这么能干的姑娘。陆征，上一世我怎么就没多看你一眼？姐，我头有点晕。晕得这么准时啊？岁岁，别闹，巧儿身体弱，我送她去卫生所。哎，我脚滑了。哟，宋文斌，订婚宴上揣着绣鸳鸯的帕子，绣的可真俊。那是我娘给我备的。对，是我给文斌装的，男身上带块帕子，咋了？这针脚我认得，收尾反着挑，全大队只有一个人这么绣。我堂妹林巧儿是左撇子。巧儿还真是左撇子。鸳鸯帕子放姐夫兜里，这算咋回事？岁岁，你别乱咬人，巧儿是你妹妹。姐，你咋能这么污蔑我？我就是难受，我没有。林岁，今天是咱们订婚，你非要闹得两家难看。我还没说什么，你护得倒快。林岁，还没进我们宋家的门就敢拿雕，我们文斌肯要你，是你们林家烧高香。岁岁，给文斌和巧儿赔不是。今天这婚事要是黄了，我打断你的腿。上一世我忍了一辈子，换来一具没人认领的尸体，是不是污蔑？一会儿就知道。林岁，你拿婚书干什么？宋文斌，你不是喜欢我妹妹吗？姐，我没有，你别逼我死。别急，上一世你们欠我的，这一世我慢慢讨。什么上一世下一世？疯了吧你！这把火烧掉的是你们宋家3媒6证求来的福气。反了，林岁你反了！我们宋家哪点对不起你？你儿子订婚宴上，兜里揣着我堂妹绣的鸳鸯帕子，你说哪点对不起我？这婚书都烧了，真不定了。宋家这回丢大人了。你个赔钱货！你敢悔婚，我今天打死你！老人家，打坏了人要担责。陆征，这有你什么事儿？他不愿意，就不是你的事儿。宋文斌，这婚我不定。巧儿妹妹为你连晕都晕得这么齐了，我把你让给她。陆征，林岁，你想清楚。我想得很清楚。你敢不敢娶我？敢。不要脸！订婚宴上勾搭男人，
林家的脸都让他丢尽了。这宋家还坐着呢，他就敢给自己找下家。上一世，我怕人说，怕家里骂，怕宋家不要我，最后怕成了一具冷冰冰的尸体。赔天理了啊！收了我家88块彩礼，1块手表，2账布，说退婚就退婚，还当众给他汉子找下家，我们宋家的脸往哪儿搁呀？赔钱货！你还敢站着？我今天非打醒你不可！婶子，有话说话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群！我算林穗要嫁的人。林穗，3年前我托王媒婆来你家提过亲，你奶要300块彩礼，我拿不出来。3年前你来提过亲，现在我拿得出来。原来我不是没人要，原来曾经有人真心想娶我。敢！我明天就来下聘。陆征3年前就看上林穗了，那林家咋把人嫁给宋家？还能为啥？宋家彩礼高呗。好，好一对野鸳鸯！林穗，你今天敢走出这个门！林穗，你今天敢走出这个门，我让你以后在大队抬不起头！他抬不抬得起头，不归你管。陆征，你一个退伍回来的瘸子，也配跟我抢人？乔儿，你怎么了？我就是刚才头晕，没吃东西。巧儿，2个月了吧？姐，你胡说什么？晕也晕的准时，吐也吐的准时。你挑日子的本事比绣鸳鸯强。 2个月？啥2个月？不会是有了吧？订婚宴上吐，这可不好说。林穗，你少往人家姑娘身上泼脏水！张叔，你是村里的医生，来给巧儿妹妹搭个脉。来，闺女，叔给你摸摸脉。不用，我没事儿，我就是头晕。不用摸了。不愿摸，那叔就不摸了。这还用摸吗？清白姑娘能怕成这样？看宋文楠刚护她那样，订婚是姐姐，怀的是妹妹吧？文斌哥，我没有，你快替我说句话呀！你闭嘴！宋文斌，帕子是他的，运相也是他的，这顶绿帽子不该扣我头上。少扯这些没影的，退婚可以，先把彩礼还回来，88块钱，1块上海牌手表，2账布，今天不还，你就别想出这个门。穗穗，婚是你要退的，钱你自己想办法。好，彩礼88块，手表布，1分不少退给你们。现在就还！立字据，3个月。3个月，你拿什么还？ 1个月，我担保。我退伍费120块，给我娘抓药花了一半，剩下的先还彩礼。那还等什么？先给钱！林穗，你的钱是娶我的，不是替宋家擦屁股的。你说谁擦屁股？谁心虚我说谁。这债
我自己还，字据我立，手印我按。3个月还不上，我林穗的名字倒过来写。林穗，你会后悔的。宋文斌，上一世这句话该我说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3个月后，你们宋家最好别求我。听说没？林穗订婚宴上烧了婚书，转头要嫁陆征，这算啥？我听说林巧儿肚子里都有了，宋家这才急了。哎呦，姐姐退婚，妹妹进门，宋家这脸丢得够远。退婚的事3天传遍4邻8乡，版本越传越邪乎。可有一件事，谁也堵不住，林巧儿的肚子等不了人。亲家母，巧儿也是清清白白的姑娘，这亲事仓促归仓促，3转1响总不能少吧？你闺女揣着我家的种，还想要3转1响？我能让她进宋家的门，已经是给你们林家留脸。文斌哥，先把婚事办了，别再闹笑话。娘，不是说缝纫机吗？还有手表呢。你先忍忍，进了宋家门再说。哼，磨蹭啥？又不是头一回跟我们文斌好了，还装什么大姑娘上轿？娘，我不想这样嫁。少哭丧，赶紧上车。没有一丝大仇得高的快喜，只剩下极致的冷静与森寒。上一世，他站在河岸上看我沉下去；这一世，他的火坑是自己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走进去的。我连手指头都没脏。走吗？走。陆爹，你抓稳。第8天，陆征借了辆自行车，载我去乡里民政办。介绍信带了？带了。同志，辛苦你。同志，动作够快的。不快，等了3年。行了，以后就是合法夫妻，好好过日子。这一张纸，把我从上一世的死路拉回了人间。别淋着。上一世我死得那么冷，可最后给我一点暖的人是他。后悔了。陆征，咱们好好过，过成前线头1份。我带你回家。正子3年前相中你，是我没本事，凑不齐彩礼，叫你受了这么多年委屈。不晚，从今天起，咱们是一家人。你脑子进水了，别的都不要，就要一台缝纫机，1辆自行车。不要钱，要这些干啥？陆家本来就穷，他还真是傻。你要是多要点钱，家里还能替你攒着。奶，我的钱放谁手里，我心里有数。真只要这2样？上一世，我踩了10年缝纫机，供宋文斌读夜大，供他进供销社，供出他的体面。这一世，这双手给我自己挣。
娘的要抓好了，还想去哪儿？先不急，回去。个体工商户，这是啥意思？能自己做买卖了？别是骗人的吧？哪有个人做生意还给发照的？我记得这张告示，当年全县第一个办照的是王裁缝，3年就成了万元户，人人都说他赶上了好时候。他们不知道，所谓好时候，就是今天，就是现在。穗穗，怎么了？走。去哪儿？去工商组。真要办？办。闺女，你也来问执照的事儿？王裁缝，上一世全县第一个万元户。我劝你回去。政策这东西，春天一个样，秋天一个样。前些年割尾巴，我那台缝纫机差点叫人抬走。穗穗，王师傅，合开了就不会倒流。办什么？办个体工商业户登记。经营项目。个体缝纫。从业人员。2个，我还有我爱人陆征。经营场地。家里2间房，赶集日在西关市场出摊。想清楚了？办了照，每月2块管理费，刮风下雨都得交。前头来问的有7、8个，真敢按手印的，你是头1个。2块钱不少，要是头几个月没活，会有活的。周老师，我想清楚了，往后只有来新办的，没有来注销的。林穗，城关镇个体工商业户，第001号。上一世，王裁缝在门口蹲了3天，第4天进去，拿走了001号。拿好了，往后好好干，别让这001号砸了。砸不了。你真办了？王师傅，手艺您有，眼光我有，各凭本事。你这字像站军姿，能看清就行。好看。林穗裁缝铺就是订婚宴上烧婚书那个林穗，听说她当众换了男人，转头嫁给瘸腿陆征。这样的名声，衣裳可不敢给她做，晦气。做买卖先让人看见，再让人信。他们说的难听。难听话不要钱，手艺才值钱。喝点水。明天我去砖厂多拉2趟砖，管理费我来想办法。不用，我能挣。我知道你能挣，但裁缝铺也能。3天了。不急。急也没用，第一单要等，不是求。名声坏了，可以用手艺洗；生意冷了，可以用口碑烧。等一个急用的人。裁缝，这儿是不是能补衣裳？能补吗？明天地区领导来电影院检查，要求着装整齐。这口子不好补，贴块补丁也丑。的确里料子滑，针脚一歪更难看。死马当活马医了，你要能让我明天穿出去就行。能补，多少钱？补好再说。你这是什么补法？织补，顺着布纹走线，不抽丝，不结疙瘩。好了。
口子呢？真看不出来了。这手艺可以啊！你这也太神了！3毛钱，明天我带人来。开张了。开张了。就是他，母仪上看不出来，还能量体裁衣。一个一个来，量尺寸先登记，3天取活。我想改腰身，我想做件衬衫，不合身真不要钱。真不要。管理费2块，现钱1块6，剩下的还能买半匹布。现砖瓦厂要订200套劳保服，我拉砖的时候听采购亲口说的。200套，城关镇能接得下这批活的，只有供销社成衣组和我。你找谁？找老刘谈劳保服。你就是那个个体裁缝？是的，我叫林穗，也是能给工人省钱的人。 200套活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知道，劳保服不是时装，工人1天8个钟头磨砖头，膝盖和胳膊肘先破，我这儿双从，胳膊肘也做了菱形补精，线脚密结实，能多穿1年。你这细活多少钱一套2块8，量体裁衣，每人单码。你这价还真敢报！工人穿坏了再补，比起来更贵。 成，3天后来签合同。大单终于要来了，谈成了，差不多3天后签合同。那就等签合同。刘主任在吗？我来签合同。刘主任今天不太方便。怎么个不方便法？ 刘主任今天不在。刘主任，这批布原本就是地区纺织厂的处理布，便宜30%。工人穿劳保服讲的是便宜、够用、统一。个体户做的再好，也拼不过单位和关系。2块2一套，当天签合同。宋文斌，林穗，这么巧。 你来砖瓦厂干什么？谈点小生意。砖瓦厂的劳保服合同是你签了？厂里急着要货，供销社那边正好有现成布料，我不过是顺手帮个忙。林穗，个体户就是个体户，大生意得讲单位、讲关系。你别不服，砖瓦厂这单你抢不走。你说完了吗？ 瘸子还挺护人，布都还没见着，你急什么？等着看吧。你早知道他会使坏，猜得到。那你还不急？急没用，布不对，早晚出事儿。他给我挖坑。 我就等他自己掉进去。看着还像回事儿。厂里这回算是办实事了。这衣服一洗就缩，你看我这袖子跟半截一样。 这哪是工服，这是糊弄人！厂长，这衣裳没法穿，一洗就缩，干活还挂腿。怎么可能？200个工人堵我办公室了，你们才
采购的好布。喂，供销社，你们主任呢？林师傅，之前那200套，你给重新做。你们不是已经签了供销社？厂长说了，布我们出，你来做，2块8，还按你那个价。20天，预付30%的定金，可以就签合同。好，可以，你说了算。嫂子，真能带我们做，我们手不慢，啥活都能干。从今天起，跟我干。这袖子这么宽，干活不碍事。这不是下地干活穿的，那是谁穿？县城姑娘。这衣裳怪是怪，可瞧着挺洋气。它叫蝙蝠衫，县里没人穿过，所以才值钱。上一世，这种衣裳要到明年才从上海传到县城。那时候满大街姑娘追着做，布料都跟着涨价。这一世，风先吹到我手里。这件给谁？小秦。电影院那个售票员？他做窗口，人来人往，最适合。你是让他穿给别人看？会做衣裳，也得会让人看见衣裳。这袖子也太好看了，明天上班穿。会不会太打眼？要的就是打眼。林师傅，要是真有人问，我全给你领来。不用领，他们自己会来。你这衣裳哪儿买的？小秦，你这衣裳哪儿买的？在零碎裁缝铺做的。这袖子真洋气，上海来的款吧？林师傅自己画的样子。我也想做一件。他那贵不贵？贵不贵我不知道，反正穿上好看是真的。明天我就去西关市场，我也去。一个一个来，先登记，再量尺寸。蝙蝠衫先量尺寸，3天取活。布料自备，手工3块，用我店里的布，连工带料8块5。3块手工，供销社成衣才5块一件。供销社的衣裳不分号，套谁身上都像面口袋。肩宽1尺2，腰2尺1，袖长1尺8。我这儿量18个尺寸，穿上身，腰是腰，胯是胯。林师傅，给我登记，我要用你店里的布，排在后头。今天怕是忙过来了。忙不过来才是好事儿。碎呀，270块，公社书记1个月才挣45，真挣出来了。扣掉布钱、线钱、管理费，还够把宋家的账清了。你要现在还？拖得越久，他们越有话说。钱清了，话也清了。88块彩礼，手表折价，2张布折价，全部写清楚了。彩礼全部退清，按手印吧。你现在挣了钱，就来打宋家的脸？宋婶子，欠债还钱，打不了谁的脸。林穗，非要闹这么难看？当初拿彩礼压我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嫌难看？账清了，以后2家别再拿彩礼说事儿。穗穗，
债是你自己还的，给你当男人我没用。胡说！我又没帮你挣到那些钱。招牌谁写的？摊子谁支的？下雨天谁把缝纫机驮回来的？我忙到半夜，谁给我烧水热饭？陆征，日子不是我一个人过出来的，是我们一起努力的。这是给你的，按你的尺码做的。我不用穿这么好的。做都做了，试试。好看。是不是太招摇？不招摇，像个干部。以后会更体面，欠宋家的账清了，欠自己的好日子才刚开始讨回来。这不是林穗裁缝铺那个样子吗？供销社便宜，就是瞧着没那么贴身。全市面只有我堂妹一个人这么收尾。我那张画蝙蝠衫的牛皮纸样，边角上有一道浅浅的折痕。同志，买不买？新款上海样式。不买。原来在这儿等着我。我去找供销社，找了也没用，纸样是你的。他们不会认。那就白让他们偷。他偷的是旧款。领口收1寸，腰身放半分，袖口加1道褶。你要换款？不是换款，是让他永远追不上。这个比原来那个还好看。供销社那个袖子塌，这个显人精神。林师傅，我要做这个。供销社那批还没卖完，让他们慢慢卖。林师傅，供销社那个是不是学你的？衣裳好不好，穿上身就知道。他来了，我看见了。我问他，不用问。他偷走的每一个样，我都记着账。以后纸样我帮你看着。只要能被偷，脑子里的东西他偷不走。今年棉花喜获丰收，各地棉纺生产形势良好。听说供销社又来了批处理布，前阵子还紧巴巴的，现在一批接一批，怪得很。我听我侄子说，布票怕是要取消了。布票取消？你可真敢想！布票用了30年，比我闺女岁数都大，哪能说没就没？没人当真，我当真。出什么事儿了？风向变了。什么风向？布票要没了。真能取消？能。1983年12月1日，全国棉布敞开供应，免收布票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准？我记性好。从那天起，做衣裳不要票了，全县、全省、全国的人憋了30年都要做新衣裳。会做衣裳的人就那么些，而布得在我手里。穗啊，这是1460块。娘，陆征，我要把这些钱全换成布。全换？全换。
这可是咱家全部家底，要是压在手里卖不出去。我知道。你去哪儿？借车。陆征，你不问问我，赔了咋办？赔了，我力气还在，养得起你。这一回，我押上的不只是钱，还有陆征给我的信任。这一次，我要把风口装进自己家门。3年库存全压在这儿，年底盘点一来，我这头发都得愁白。厂长，来人说带了现金。林师傅，喝茶。匹布半价，库存7折，能给这个价，我全要。全要？这些可不是几十尺，是整仓库存。我知道。钱在这儿，车也能叫来。灯芯绒1点不多，半价。花壁刺压了2年，7折。藏青卡其整皮多，适合做工装。的确里有多少？10几匹也要。的确大贵。贵有贵的卖法。林师傅，你胆子是真大。不是胆大，是年底前您要清仓，我要有货。1460块，仓库这些你拉走。别人看见的是积压库存，我看见的是腊月里排不完的队。郑哥，好些年没见了。辛苦你跑这一趟。跟我还客气啥？当年你要不是安置名额叫人顶了，早进县运输公司吃商品粮了，也不至于现在拉砖扛布受这罪。铁柱，嫂子，我多嘴了。铁柱今天说的怎么回事？没事儿。安置名额被顶也叫没事儿？你本来该进县运输公司。过去。睡吧，明天还要整理部。好，你能过去，我替你记着。听说了吗？林穗疯了，囤了一屋子没人要的漆布，1000多块全压布上，这胆儿也太大了。布这东西压1年就是死钱，没了重蛀了咋办？个体户挣了几天钱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。闺女，我特意来劝你一句。王师傅，您说。布这东西压1年就是死钱。王师傅，腊月里您要是布不够，来我这儿拿，原价。自1983年12月1日起，全国棉布展开供给，免收布票。真取消了？来了。不要布票了，那我要给全家做新衣裳。我攒了半辈子票，今天总算用不着了。王师傅，给我做2件。排好，都排好。林师傅在吗？王师傅，布不够了，10天就见底了。原价您自己挑。你真按原价？我答应过您。闺女儿，我服的不是你的手艺，是你的胆量。林师傅，这件袖口还按原来的宽袖做。有人说奇装异服，就把领口再收1寸，名字也换了。换什么？新时收领衫。年前还能取吗？正月15前都排满了。政策往前走了，就没有回头的道理。咱们也不能回头。
穗啊，咱家这事真起来了。这是哪儿来的？农机站处理的，900块，我拍的板。郑哥，这回你可有家伙事儿了。他以后就叫穗穗号。陆征，你敢再说一遍？宋家人生了，是个闺女。丫头片子有啥好看的？冷，进屋喝汤。同一个腊月，有人家添丁却冷清，有人家添车也添盼头。日子往前开，谁也别想拦我的路。穗穗，今儿初2，你真不回娘家？不回。要是不想回就不回。哪有出家女初2不回门的？怕村里说闲话。我奶早放过话了，说我胳膊肘往外拐，登娘家的门就是打她的脸。这话也太伤人。我就不去打她脸了。人呐，大过年的也不知道出来迎迎长辈。我没回去，他们倒先来了。亲家奶奶，你们来了，快进来坐。哎呦，穗丫头如今是真阔了，这屋里看着可比以前强多了。奶，大伯、大伯母来有事儿？没事就不能来，我是你亲奶。能来，就是大年初2上门，总得有句话。穗啊，你爷病了。你爷咳嗽，整宿睡不着，医生说的抓药30块。老人病了是大事儿。昨天我还看见我爷在村口打牌，输了5毛钱，跟人吵了半个钟头，中气挺足。你爷那是硬撑，老人有病能装给你看。行，要我抓了直接送家去，顺便请张赤脚给爷把脉，看到底啥病。大过年的，请什么赤脚医生，怪麻烦的。不麻烦，真病了该治，没病也省得乱吃药。大宝也不小了，你这儿生意好，让他来帮忙。一家人嘛，工钱好说，1个月30块就行。30？我也不干重活，记账看看门就成。帮忙可以，学徒工1个月8块，管1顿午饭，从锁边学起。8块？你打发要饭的呢？锁边？那不是娘们干的活。嫌少可以不来。秀珍他们开头也是8块，现在1个月挣25。手艺是学出来的，不是亲戚送出来的。林穗，你别忘了你姓啥！出嫁的闺女挣的钱就是娘家的钱。今天把话撂这儿，拿200块出来，再给你大伯一家1人做身新衣裳，这事儿就算完。奶，账既然要算，咱就算清楚。我订婚，宋家88块彩礼，1块手表，2丈布，钱是您收的，说给我爷养老。这事儿我知道，当时宋家送了不少东西，可我爷到现在穿的还是前年的棉袄。那钱家里有用处。退婚的债是我一针一线自己还的。
您一分没逃。还有，3年前，陆征托王媒婆来提亲，您张口300块，人家拿不出，您就把这事儿瞒死了。300，那不是卖孙女吗？怪不得林穗不知道这事儿，你血口喷人！上个月王媒婆喝多了说漏嘴，要不是她说漏嘴，我这辈子都不知道我差点错过什么样的人。王媒婆说啥就是啥，你这是听外人挑拨。王媒婆就住东头，要不要请来对对词？看来是真的，拦了3年，还收宋家彩礼，真狠。不管咋说，长辈养你这么大，你挣了钱就该孝敬。孝敬可以，打秋风不行。今天我也把话撂这儿，爷奶的养老我尽本分，每月2块，月底送到，1分不少。其余的借钱、打欠条，按信用社利息。学手艺，8块学徒工，1碗水端平，白拿1分没有。我的钱只给把我当人的家。奶，她是我媳妇儿，这根棍子我替她挡过1回，就能挡第2回。养老钱每月2块，月底送到，其余借钱写欠条，学徒按规矩白拿免谈。亲情不是账本，可有人非要算，我就陪他们算清楚。屋子旧了点儿，位置好，嫂子，这儿以后就是店，比市场摊位强多了，刮风下雨都不怕。咱家穗穗要开正经铺面了。不是摊位了，是铺面。你写好啦？嗯。怎么把你名字也写上了？你说日子不是一个人过出来的，店也不是一个人撑起来的。好名字，穗珍服装店，一听就气派。那以后你可得撑住了。撑得住。肩宽1尺2，腰2尺，袖长1尺7，3天后取。林师傅，开张大吉！王师傅，您怎么还送东西？你担得起。王裁缝都给他送匾，这是真服了。以后做衣裳，来这儿准没错。谢谢王师傅。有些门是自己撞开的，有些路是越走越宽的。宋文斌，你想清楚了，停薪留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林穗一个娘们儿都行，我凭什么不行？他上回砖瓦厂的事儿，奖金都扣光了，还敢折腾？看林穗挣钱眼红呗。供销社这碗饭不是谁想端回来就能端回来的。我不稀罕，等我挣了大钱，你们别后悔。签吧。林师傅听说没？宋文斌从供光烧社停薪留职了。他不是供光烧正式工吗？这都舍得，他出来干啥？跟人放话呢，说林穗一个娘们儿都行，他凭什么不行？他又想作妖，让他作。人要是光看见别人挣钱，看不见别人吃苦，迟早摔跟头。宋文斌，舞台给你搭好了，上一世你踩着我往上爬，这一世你自己往下跳。
文斌也开服装店了，还开在邻村斜对门，摆明了打擂台啊！今儿开业大酬宾，全场比对本便宜。姑娘，看看这件，地区厂来的新款，比对门便宜2块钱。便宜2块？一样穿，干啥多花冤枉钱？不用量尺寸，都是标准码，谁穿都好看。抱后头去，别影响我做生意。要不先看看，便宜2成呢。反正都是衣裳，能穿就行。来来来，开业前3天买2件再送手帕。嫂子，头1个月散客少了1半，对门比咱低2成，好些人都过去了。嫂子，要不咱也降2成吧？1分不降，可人都被抢走了。便宜是一时的，合身是一世的。他卖的是均码，套谁身上都差点意思。我这儿量18个尺寸，胖瘦随人，1年免费改。他卖的是货，我卖的是手艺。有些人啊，卖贵了还不肯低头，早晚关门。别理。肩宽1尺1，腰1尺9，袖长1尺6。林师傅，对门便宜不少呢。您要的是便宜，就去对门；您要的是穿上身好看，就来我这儿。那我还是在你这儿做。低价能抢走一阵人，抢不了人身上的尺寸。林师傅，你帮我看看吧，一抬胳膊肩膀就崩线。你看，又开了。我这条裤子更别提了，蹲下去开裆。当初嫌咱贵，现在改1回2块，改2回比做新的还贵。能改，但只能改到7分合身。早知道还是在你这儿做新的。做衣裳，省的是该省的钱，不能省尺寸。林师傅，今年咱砖瓦厂还照旧？照旧，膝盖补偿我加到线，耐磨。好。我们厂也要农机站工装，你也给个数。1年600套，分3批交。劳保服不怕流行变，也不怕对门低价抢，这叫旱涝保收。嫂子，对门刚拉回来一车上个月的宽袖衫，他还以为能赶上咱。每月出1款新样，旧款立刻让价。快点，这批肯定好卖，新式服装款卖。林师傅，这个新款能试吗？能。林穗，县城这池子太浅，池子浅就往深挖。挖！我要去广州。麻袋也得有本事人能装满。等我发财回来，你们别眼红。祝你一路顺风。文斌哥，到了广州，记得给家里来信。知道了。抱紧点，别让丫头片子哭，晦气。等我发财。赵铁坤，能在。
他在外头。上一世，他抢走我的路；这一世，他没走成自己的路。正子，你坐会儿，你都转一宿了。我坐不住。岁岁，女人生孩子是鬼门关走一遭，你以后可得更疼她。我知道。林岁家属，母女平安。来，抱抱你闺女。哎呦，你倒是拖住头啊！我怕碰疼她。你抱得像抱炸药包，比炸药包难抱。看着小脸儿像岁岁，叫什么？小满。小满。节气小满，麦粒刚灌饱，咱家的日子不求大满，小满正好。好，就叫小满。闺女好，闺女是娘的贴心小棉袄。上一世我没等来这样一声哭，这一世我有了自己的家。岳母，你这是？我来看看林岁。你乃不知道，岁啊，娘对不住你。从前那些事儿，娘没护住你，娘没本事。东西我收下。这我不能拿。给我爷做身衣裳，别的别再提。小满，好名字。你要是心里难受，就说出来。不难受，有些账能算清，有些亏补不回。他能来，我收下；他护不住我，我认命。下面请纳税先进个体户代表林岁同志上台领奖。林岁同志，当年你说登记币要换厚的，如今换到第3本了，全县1200户，纳税第一还是你。是政策给了路，我们只是走得快一点。看见没？你娘厉害。兄弟，你都看3天了，真要就8000，少不了。郑哥，你看这车比看媳妇儿还仔细。别胡说，这可是解放牌，能拉布，能拉货，也能跑长途。8000，不是小数。岁岁，我看中一台车，解放牌。你知道？你这3天鞋底都快在车厂磨平了。8000。8000啊！我就是跟你商量，不买也行。咱现在店里用钱的地方多，小满也还小。买。8000啊！买。往后我们的布需要更大的车来拉，方向盘得在自家人手里。你就这么信我？岁岁号你开得稳，岁岁2号也差不了。买，咱家也该有辆大车了。陆正家真买大卡车了，林岁这买卖是真做大了。郑哥，这可比拖拉机气派多了。拖拉机是岁岁号，你闭嘴。这台
叫岁岁2号。陆征，你是不是就会起这一个名儿？好记。你看，小满也同意。